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听了太多了？但是一个人如何走出低谷的，他当时的心情又怎样？其实这个才比较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就找了几位朋友，听听他们作为过来人的分享。比方说，我就很想问周深，哎，深深，那个前几年你有一段时间接不到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只能每天在出租屋里面唱歌练歌，为什么你的情绪可以那么稳定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觉得这个只是外面的人看到的吧。那其实心态平和是怎么不可能做到的？我觉得更多时候要找一些事情去维持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心态，可能会更重要一点点。比如我的话，我就是去录一些自己喜欢的歌，然后去把它被人听到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我力所能及，然后又可以让自己获得一个比较平静心态的一个事情。听周深聊过去。2014年，21岁的周深在音乐比赛的舞台上凭借《欢颜》惊艳全场，这是他第一次在全国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的音乐天赋。就是那个节目第1季、第2季的时候，都有老师来找过我，导演找过我，我都拒绝，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出去会对，一是没可能，一是觉得别人听我唱歌会觉得很奇怪，二是觉得肯定有很多人骂我吧，然后三是觉得我还在读书就我要好好读完我的书，如果我去参加你的比赛，书也没有读完，那就是什么都不讨好。所以，然后还有最重要的，其实还是如果出道的话，就会被很多人有更多奇怪的语言会出现。那天和你约在浪漫的季节，小只狗边找无人的街头。小学就是校队领唱的周深，很早就展现出了声乐方面的天赋，但也正是他独特的嗓音，让他一度否定自我。初中3年都不曾唱歌，甚至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大声说话。如果那天没打着浪漫的雨点，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唱歌，初中的时候，整个初中几乎没怎么唱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比较爱开玩笑，或者口直心快，因为很多时候你开玩笑的时候不会意识到会伤害到别人，对吧？大家开的玩笑是围绕着你的声音的。对啊，因为就是尤其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变声期，就每个人的声音就不停的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就周深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，所以你看就会很大家跟大家不一样，多多少会被影响到自己的心情，包括我之前说话的方式也会故意压低一点点。当再度打开声线，已经是在高中了。因为参加校园10佳歌手大赛，在贵阳的校园圈子里小有名气，父母亲也在家里给他买了全套的卡拉 OK 设备。但这一切，包括他自己，也只认为唱歌只是个爱好，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职业。他们知道我喜欢唱歌，所以在家给我买了卡拉 OK 的设备。然后你喜欢唱歌，唱吧。就是你自己唱过瘾就算了。所以你想想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来，周深唱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家儿子唱歌可好听了，给大家唱一首吧。然后爸爸就开始拿出了麦克风。从小就是唱辣妹子长大的啊，但是没有想过会成为歌手，因为歌手这个职业我也特别理解，就对于常人来说，也不叫常人，就是对于平时工作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遥远。因为我之前也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遥远的职业，所以就算我喜欢唱歌，我也没有觉得我会跟这一行或是这个职业有任何关系。因为高考失利，周深带着父母的期望远赴乌克兰学医，原本一心想着毕业后能成为一名牙医。学医他们就觉得至少你可以找一份医生的工作，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。对，而且医生的工作在大家眼里看来都是很好的工作。对。由于语言的障碍，再加上乌克兰又是一个多语种国家，更重要的是医学系的课堂上永远会出现大量的生僻词汇，这所有的一切一度让周深开始自我怀疑。就是学医是一个你用自己的母语用中文去学，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。然后我还是在乌克兰读书，所以我还要用乌克兰语学，我用他们的母语去学医，哇塞，
一节课你能听懂10句话，都是赚的，就是听不懂，好难。然后每天都是要上4、5节课，3、4节课，每一节课都要考试。原来国外也那么爱考试。一堂医学史把你推上了音乐的道路。不是每一堂课都把我推向医学，每一堂课我就去找同学借笔记，因为太多了，觉得学不下去了。学不下，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，就会觉得又浪费时间，又浪费父母的钱，又浪费自己那么辛苦跑得那么远去学习。因为真的不是自己不努力啊，真的是每天就睡得特别少，每天睡得特别特别少，但是又特别特别辛苦，每天都觉得我在干什么，很绝望，很绝望啊，但是又好像收获特别少。也许有些东西就是命中注定，兜兜转转还是选择了声乐专业，走上了音乐的道路。当我第一次要去考音乐学院的时候，家里人就说是不行。但其实对于你当时来说，等于是在绝望里面唯一的一个希望。对，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希望了，那就是只剩那么一条路了。救命稻草。对，那就是我的救命稻草。可能学音乐也不见得当时有多有信心，未来一定会怎样，但是最起码可以解决当时的那个困境。对，本来就学音乐，我也想不到我以后做什么，但是我去学它的话，我能确保我能学到东西，而且不会像现在的困扰那么大。对。但唱歌这个东西，很多时候你是语言没办法去表达的，包括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，你跟外国老师唱歌，跟外国老师学唱歌，跟中国老师学唱歌，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，因为音乐就是靠你去听，靠你去感受。因为音乐是无国界的。对。转换专业后，周深原本觉得一切苦难的风雨都已过去，阳光彩虹即将来临，但是接踵而至的却是由于练声过度而导致了声带小结，一时间周深失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绝望是巨大的，就觉得我就像刚才说的，我觉得音乐已经是我最后一条路了，然后我选择走上这条路，啪，失声了。就是到底是要给我什么样的考验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所以到后面就觉得一定要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老师，所以又去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用自己一个大破锣嗓子，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就是说话都会破音的嗓子，就去找我现在的男高音老师，我就跟他说你教我吧，因为我们那儿是可以听课的，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老师，你哪怕不是他的学生。但你可以跟他说一下，你是可以坐在他旁边听课的，所以我就不停在他旁边听课，就在他面前出现。那你那个破锣嗓子怎么说服他的？破锣嗓子不说话5、6天还是可以唱1句的。啊，憋一下啊，就为了那一句。对，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刚办老师，他就说，哎呀 ，Witoszynski， 我老师的名字，他说你就听一下他唱吧，然后我就卯足了劲儿，没有破音，唱完了1句，然后他就说呀，你的声音真的挺好的，我说。那您就收我吧，但是我还是不能收你，所以我就大概求了他3个月吧，你每天都去他门口，每天都去他课堂，一有时间就去问老师们，我那个老师在哪个房间上课，然后去找他，所以后面，终于能够成为他的学生了吧，然后开始慢慢步入正轨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安排。就我在求他的过程当中，我也没有怎么唱歌了，所以嗓子一直在休息，包括中间也有吃药或者寻找一些治疗方法，然后慢慢就病突然好了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登上当时国内知名的音乐比赛节目舞台是命运给予周深的一次机遇。自此之后，周深迈上了成为歌手的道路。只是行走在这条路上的风景和心境，也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体会。然后真正去面对的时候，如你所料，你所有你想象当中的声音都出现了，然后甚至更丰富，真的，然后更刺耳，真的，然后这种，所以你之前的心理建设有用吗？没有啊，就很难过啊，就是你看吧，我很难过。果然吧，对，比完赛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当歌手
了，我要回去读书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回去继续读书，然后边读书，有的时候有一些工作的时候就飞回来，所以那个时候好辛苦，那个时候是我最辛苦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直飞到我在的那个城市的飞机，所以我每次我要先从北京飞10个小时还是11个小时飞到土耳其，然后在土耳其要等10个小时，等下一班飞到基辅。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，飞到基辅，然后在基辅还要再不在基辅，还要在基辅再等2-3个小时，再飞1个小时飞到我那个城市，就每次来回就是要30-40个小时，我就在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有多辛苦，就是而且土耳其的机场还没有免费 WiFi，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你知道有多辛苦吗？最辛苦的事情。你知道我一直在星巴克等着拿别人的小票。因为我不喝咖啡，然后但是呢，那个地方星巴克，你买完一杯咖啡之后，它上面会有一个上网密码，你可以免费上2个小时。我就在那，就会问别人，你要上网吗？他说哦，我有。我说那这个小票可以给我吗？就每次至少需要那么4-5张小票，是吧？对，每次就是5张，就在星巴克那儿蹲着。从2014年第一次参加音乐类竞技节目走进大众视野，到2020年作为一名被圈内认可的歌手，最终登上歌手舞台。也许成为歌手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凡，将天赋千锤百炼，用歌声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。周深的内心依旧是那个平凡而天分满满的少年。就哪怕很多时候你可能听到很多不开心的话，或者是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就是还是也是我自己出道那么多年一直来的道理，就是你熬一熬，我觉得那个事情就过去了。然后因为你还可以继续追求你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你继续热爱的那个东西还在，就是你可以继续爱着这个世界的理由。有很多互联网创业公司大厂，竞争极其激烈，然后呢变化非常快，所以你可能今天是这个岗位，明天给你调到那个岗位，所以它特别考验人的适应改变的能力。很多不太适应改变或者害怕改变的人，他那个就容易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焦虑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一个人，现在很多晚会都是直播嘛，我自己的一些歌又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点，所以我就每次上台，我觉得哎呀，我唱不好怎么办？我要是唱不好，我就不会有下个舞台，因为我就是从路边的舞台一个个唱到现在很好的舞台，就是我的这种焦虑就一直存在。每次上去就觉得怎么办？一上去感觉哎呀嗓子也干了，什么什么也干了，什么这种焦虑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缓解？曾经有过一个测试，说焦虑水平越高的人智商越高，而且尤其在说话和表达方面智商越高。我的焦虑成功的被缓解了，从此智商变低。还有一个数据，2018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测试，就是在5万份的问卷当中，80%以上的人全部都存在焦虑，而且焦虑有的时候是对你行为的一个危险程度的一个缓冲，而且是一个控制。适当的焦虑是对的。对，好多人把焦虑想得太有害了，其实好多焦虑是在一个健康范围内的。就是你一定对自己的有一些异常会有所认识。那有的人可能会是神经官能症的这种的疼痛啊什么这些，但也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轻度的一些不适，他们觉得心悸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心慌，好像觉得情绪上容易激惹。更多的是失眠，一旦出现这些呢，应该重视，可以去对心理科医生啊那里去咨询一下。我也曾以为100是所有事物的终点，但现在我才知道，100不是终点，而是新起点。很多事都可以做到超出极限之外，甚至包括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瓶水。康师傅喝开水135度超高温煮沸，熟水好吸收。戴上口罩跟我走。好，来过来。哦。来，自己选个位置坐好。坐，这里坐。有点笑眯眯的。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有一个问诊的考核，包括我们看门诊的考核啊。那么我们那边准备了诊室，然后呢，你们依次进去，里面会有一个病人在那里等你们去问诊。好紧張。我们到时候呢会有代教老师啦，对各位的门诊、问诊、看病的这个过程要有评价的。希望你们能够用你自己的知识，帮我们的病人诊断出什么毛病以及解决什么问题。陶主任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病人的安排？这叫什么？这叫标准化病人，也叫模拟病人。就是我们其实，在医学教学的时候呢，总是希望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典型的病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这病人正好在那时候都来，所以这里头呢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去演。这真的是标准化的演。对，他按照典型的症状啊、体征啊去给他描述，给他呈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。日常教学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对，尤其是大的教学医院。刘畅先跟我走，好吧？我每次考试前就特别紧张，怎么办？紧张很正常啊，不紧张才奇怪呢。脊背发凉。其实尴尬的就是门诊，如果你病看错了，就是挺尴尬。哦，我这人最不怕就是尴尬。这倒能感受到。他最不怕的就是尴尬。缓解紧张情绪。这次我跟你位置换了一下，现在你是大医生哦。哦，好的。你就当我不存在。好的。健，哎，你好，来坐。是看我了是吗？是的。怎么不好呀？我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心脏老是跳得特别快。然后有的时候会感觉就是胸闷，喘不上气来的那种感觉。多久了？应该有1个多星期了。疼不疼？有时候。然后前2天最严重就是我坐地铁的时候，我就晕倒在地铁上了。什么时候？2天前。2天前。对。问你几个问题啊，然后来评估一下。晕前有感觉到特别的胸痛吗？心慌啊、心跳加速啊，这些有吗？就是感觉头晕。对，然后就是一黑之后就没有感觉了。当时有去医院吗？没有，我这不是因为工作也忙嘛，我今天特地请个假，就赶紧过来看了。好，什么时候第一次来月经呢？第一次来月经，初一13、14岁。上一次来什么时候？这些也就跟心脏不舒服有关系吗？因为有的时候心脏不舒服，有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，我都会问得很详细。学的都全部用起来了，学得很快。对，问诊的过程当中，月经史、过敏史这些你一定要问仔细的，因为它同时你有第2诊断给他。刘畅这一点做得非常好。现在怀孕吗？没有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家里人还有其他心脏病、心脏病毛病没有，过敏史啊这些都没有的，没做过手术的。对。平时有其他吃什么药吗？然后我会吃一下那个救心丸。你吃这救心丸吃了多久呢？所以刘畅在病史归纳、包括诊断、包括鉴别诊断的要点啊，这些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刘畅好棒哦，而且很流畅。觉得真的，你这个谐音梗，而且好像自信了很多呀，你发现对啊，感觉他知道要做什么了。把董老师教的都用在问诊中，所以看来笔记是有用的。现在我听着你心跳还好。以前吧，感觉自己挺年轻的，也没什么事儿。突然这样子，然后我又去看自己这些症状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？不要查。平时新闻怎么说的？你看我这些症状，什么胸闷啊、胸痛啊，然后这些都是前面是不是建立在要给建立那么多检查，不要平时查。你的这些检查我这次都给你做，做完之后那些指标好的，你是不是就不担心了？你平时有检查能做都帮我做详细一点吧。好的好的。网上看的说这个对于这些还有点效果嘛。
就以后吃什么药要按照医嘱，至少你问过医生，你是不是可以吃，吃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然后不要在网上查那些。你这次吃对了还可以，那下次吃错了呢，对吧？这番话说的还挺笃定的。对的，哇，这进步太大了。那我们刘畅呢，碰到一个到处寻医问诊，但是这一点我们刘畅进展的。一边看一边盯会计的人，那个房间我去过。我们是带着他强行回忆。这2个项目，如果你要在那儿，你会愿意参加哪一个？我更愿意参加小李那个工伤赔偿。对，工伤赔偿那个。就是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嘛，经受过这种工伤的事情比较多，然后他们也会经常会问我这些问题，我能够感同身受，所以我愿意就是说去帮助他们。在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敬业和秋怡其实找到一些进展不小的贡献，对不对？秋怡的贡献是什么？查到了那个社保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仅仅停留在是字面上的查找。他是打电话专门去，他说我再确认一下，一确认果然发现政策是不一样的。而且他们2个在之前是蕊好了一个攻防的一个策略，能够在对方之前那么坚决的情况下，最后居然给拉回来了，愿意互相配合，这个确实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刚才那个片段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最暖心、很温暖的一个感觉。不管是这种组内的互助，还是2组互助，对，我就感觉看得很开心。对，他们已经有了团队的精神，对，不再像是刚开始实习的时候，还是互相是带着竞争的这种。现在尽管有竞争，但是竞争已经被放在了他们相互之间融合的那个。对，而且敬业他好可爱，他说有一点点幸福然后就第一次 L 星先生溢于言表的感谢，甚至还有反过来说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忘了问你贵姓，然后说一声谢谢你啊，李律师。这可能是他初试职场滋味的时候第一次被认可，他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就是刚刚被肯定。对。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然后很多人给我发私信，然后他们就是看到我的一些努力和上进，然后他们就是会真的讲了很多话，就是有的人甚至发2、3千字的小作文来鼓励我，然后肯定我。其实我内心真的还是非常的这个感动，也是就感谢他们吧。对，大家对你的喜欢或者对你的信任，我觉得是一种力量，但是不要成为压力。之前有一次比赛，然后就是那场比赛我讲的特别不好。脱口秀的时候，对，我那场比赛我极其沮丧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差，然后就何老师在朋友圈夸我说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何老师，就是通过别人把截图发给我的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被鼓舞到了，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不满意的。何老师是不是在想？我都忘了哪个朋友？哎呀，忘了。不是忘了，我你忘了你上回发给我那个，我就转给他了。以后喜欢谁就在朋友圈多发，然后后面还取个欢迎截图给当事人。哎，我有次还在朋友圈发过截图，说我喜欢萨老师，后来没人转。对，是张翠玲姐姐把我的截图发给了萨老师，是吗？我刚想说，待会儿如果何老师问我第一次收到那个是什么感受，我就说这故事，就这感受。这什么感受？对我来说，力量最大的一次心动时刻，就是我是在一个节目《蒙面唱将》里面唱歌，然后大老师都一直在，大张伟老师，大家可能就会夸一下啊，周深唱的好好听之类的，轻描淡写过去。但大老师就听我唱完，他知道是我了，然后我见完面，他就很激动，他说：“啊，天哪，周深啊，你怎么还没有红啊？”那一下你特别不是幽默的，就那一下你会发现他是可惜，就是那一句话，我就当时我就在一直忍着泪，因为在之前唱歌的时候，我就在面具里面哭，因为刚好那首歌也很感动，然后又加上所有又热又闷又痛，你觉得还有没有人想听我唱歌？抱着这样的感觉唱了那首歌，最后刚好那个时机，大老师来了一句，你就发现啊，原来我就只是在做我的事情，有人是看见了的，而且有人觉得你值得更多。对，有人愿意为你去惋惜，你那一下你就啊，那一下你的力量，你就。掌声有请大张伟。他从小楼梯上下来，我跟你讲。希望我们每一个的职场新人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敬业呀、深深一样，高光时刻根本停不下来，就像吃了炫迈一样。哎，炫迈，老师我也想吃炫迈。好，来，给你准备的炫迈无糖口香糖送给我们深深。深深，我也想要一个炫迈无糖口香糖。哦，好，给你。哇哦。好，朋友们。
接下来看完之后，我们就要进行预测了。我们来关注一下2队的实习生汇报。